一幅精美的通草作品在国外可以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。什么？一盆假花竟然能卖到10几万？可制作它的原材料，这会儿柴火棍儿，菜市场只要20块包邮。这个叫通脱木白菜价，里面这个白色的精髓叫通草。视频里那个天价的假花就是用它做的，在它这个底下用力的一捅。我可是个整活博主啊！我看人家整的都岁月静好的呀。呀！爆浆牛奶夹心儿，对，就是它了。只要先把它切成0.5毫米的标准方形薄片，再裁剪成300片花瓣的大小，再捏成300片花瓣的形状，最后给300片花瓣均匀的上色就成了。为什么非得是300片？因为咱们要做这个蓝色的菊花，这个叫青花瓷牡丹菊。来吧，下面进行第一项批量取髓，咱们主打一个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好痛！坚强，做一个坚强的女人。糟粕。我是个坚强的笨女人，我是个勇敢的笨女人，有点愚蠢，有点认真。哎，这怎么是空心的？这是什么？太嫩了，中间还没长好吗？你看，它里面是一条一条的，像竹笋一样。那所以这些肯定就切不成纸，就是废的呗。哎呦呵！哦，这就是咱们成功的。不应该啊，就咱这人品，怎么只有1%的通脱木交出了真心呢？剩下的这些就是多鲜啊！买的太新鲜了，你看，你看这嫩的都能掐出水来，你看。哎呀，真好！你薅我的水，还嫌我嫩？就这些通草能做出来一朵花吗？能。还得切它，切坏了呢。坏不了，能。够了。来吧，咱们硬着头皮进入第2项啊，切片儿。这个咱们前面说了啊，得切成0.5毫米的标准方形薄片，透光能见指纹方为合格。这个切上去很没有手感。换把刀给我来。你看笋子，它应该里头是实的，所以把它切成一圈一圈的。这个通脱木，这个季节能采摘吗？我现在从源头上怀疑这件事。我这个心态现在比这个通草花还烂，稀烂。哎呦，我要是把这些边角料搓成一碗通草面条，都能煮一锅非遗养生汤了。你知道这个通草有什么功效吗？有啥的呀？不会又是补菊花的吧？你们猜？我靠，这怎么整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昨天通宵裁好的。我是你亲姐，我不知道你裁好的。你提前买好的，为啥不早拿出来？这是我裁好的。知道自己买的不对是吧？哎，你说人家这个是怎么切出来的？这溜薄啊！啊，还一整张。平整光滑透光线，一看就是机器切的。行，来吧，顺利进入第3项裁剪。我的眼睛就是尺，这宽不宽？哎，很慌啊！这单朵基础款菊花300瓣8个小时，这复杂款牡丹菊600瓣，约等于加班3天。这就是我的命。来吧，给它加湿。这个潮湿的通草纸有超强的可塑性，但是要控制好通草纸的湿度，这就跟熬糖似的，火候欠儿了不成形，火候过了就焦苦。传说那些非遗的老匠人都是用指尖轻触纸面，一呼一吸之间就是最好的塑形时间。来吧，打铁趁热。这个牡丹菊从花瓣到外缘起码要做18层花瓣弧度，内层瓣黄豆大小，需要用手指卷出270度螺旋。曲度堪比蜗牛壳的黄金分割。这看教程的时候，感觉人家那手指灵活如芭蕾舞者，怎么到我这儿，只能跳广场舞？一个内瓣，半颗心。
像个虾爬子一样。中层瓣瓶盖大小，3弯9转折痕必须一气呵成，多停0.5秒就会留下水渍死折。唉，怪不得全国能做出博物馆级通草局的不足10人呢。怪不得我们要挑战呢。对哈，挑战的就是不可能，生命不息真的不止。下一个。好了，下面到外层瓣了。外层瓣最是魔鬼，至少6到7层花瓣，每层30片起步，单瓣误差超过1毫米，最后组装的时候就会露出破绽，然后最后这个组装全是破绽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天，这做了半天才做了100多片，这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啊？我看人家都是非遗传承，我这马上就非遗工伤了。我这个脖子，我这个腰，我这个眼珠子，妈呀！我突然觉得我的这个拇指指腹已经要磨出透明角质层了。点个赞吧。我终于摆满了！天呐，你看我这个加湿的湿巾都已经干透了，多么的轻盈飘逸！到此刻我才听懂老匠人们说的话呀，做花的人手只记得每滴水的归处啊！终于到组装这一步了啊！那个靖哥，咱们整的唯美点啊！没问题呀。这个叫我的花蕊都去哪儿了？这个胶水好难掌握啊！这胶多一滴，这花瓣就变鼻涕虫了；这胶少一滴，它就立刻给你表演一个贴女香花。要想给你拍唯美的也很难掌握的。它变心了。本菜鸟严重中高，新手请从单层小野菊练起。一上来就挑战牡丹菊，约等于自愿参加非遗注解考试。哎呀，我赶他站不到头啊，我搁这站半天。这可千万别到最后一步散架了啊！当第300片花瓣终于立在花苞上，舒展枝腰，成了！当3D 打印技术能批量复制任何花卉时，为什么还要执着于用通草劲髓层层堆叠出花瓣？或许，这门起源于盛唐的非遗技艺，给出了最诗意的答案。真正的美，需要时间的包浆。